大家好，我是花花。超过95%以上的兰友都会遇到一个问题，那就是买回家的蝴蝶兰越养叶片越小，而且也没有以前那么肥厚油绿了。其实新叶变小并不简单，也不容忽视，否则后果严重。今天我们一层一层剥开叶片变小的6个真相，让你的蝴蝶兰再次生龙活虎，开花大半年。叶片变小的6个原因。光照不足，这是最常见的原因之一。夏天因为光照角度的变化，或者你摆放的位置本身光照少，蝴蝶兰接收到的光照会大大减少。光照不足意味着光合作用效率低，植物制造和积累的养分就不够。养分不够，新长出来的叶子自然就会又细又小又薄。光照过强。你没看错，和第1个原因相反，光照过强也可能导致叶片形态变化。这种情况多发生在你新买回家的蝴蝶兰身上。如果新环境的光照强度远高于它之前的生长环境，蝴蝶兰为了自我保护，可能会改变叶片的生长方式。结果就是新叶片虽然不一定变短小，但会变得又厚又硬又短，整体看起来形态不如之前的舒展。这其实是植物的一种适应性表现。生长期缺水。蝴蝶兰在营养生长阶段对水分的需求是很高的。如果你在这个关键时期没有及时充足的给水，水分运输受阻，养分吸收和输送都会大打折扣。缺水会直接影响叶片的正常膨大和生长，导致长出的叶片偏小。根系状况不佳。根系是蝴蝶兰吸收水分和养分的嘴巴。如果根系不健康，比如烂根、空根，甚至是无根的状态，植株就无法有效地从介质中获取生长所需的养分和水分。在根系恢复之前，蝴蝶兰主要依靠自身经不储存的有限养分来维持生存和生长，这点养分根本不足以支撑叶片长到正常大小，所以检查根系健康非常重要。开花期长新叶。蝴蝶兰在开花期间需要消耗大量的养分来维持花朵的开放和发育。如果这个时候它恰好同时进入了营养生长期，开始长新叶子，那么养分就会有一个分配的问题。通常情况下，植株会优先供应能量给花朵，这就可能导致供给叶片生长的养分相对不足，新长出的叶片会出现比正常时期小的状况。生长期遇低温。温度过低会使蝴蝶兰的生长速度放缓，甚至完全停止营养生长。如果一片叶子在温度下降前已经开始生长，但还没长完全，那么随着温度降低，这片叶子可能会停止继续生长，就维持了当时的较小尺寸。等到温度回升，植株可能会直接长出新的叶片。所以，如果你的蝴蝶兰叶片越长越小，不要慌张。多半是上面这6个原因中的一个或几个在作祟。对照自家蝴蝶兰的情况，仔细分析一下。是不是光照不够，或者光照变化太剧烈？最近有没有缺水的情况？根系是否健康？是不是有烂根，或之前是无根苗？它是不是正在开花？环境温度是不是正在下降？除此之外，养兰花的达人经常说，养兰花超过90%的人都犯过4个错误，只有避开了，才能花开100朵。下面就来看看到底是哪些错误吧。养蝴蝶兰常犯的4个错误。翻盆错误。很多人养的蝴蝶兰不会翻盆换土，只会让蝴蝶兰在买来的盆中生长，这样其实是错误的。因为如果长期不翻盆，土壤容易变板结，导致蝴蝶兰根不能正常生长，蝴蝶兰也就会越长越慢。也有一些人会给蝴蝶兰翻盆换土，可是使用的方法错误，会导致蝴蝶兰长得慢，或者是直接收空盆。就比如直接把蝴蝶兰的根放在土壤中埋好，这样蝴蝶兰的根不能自由的舒展，后期浮盆很慢。正确做法是，给蝴蝶兰翻盆上土的时候，需要晾晒蝴蝶兰的根，也就是等蝴蝶兰的根稍微软以后，再给蝴蝶兰上盆。给蝴蝶兰上盆的时候，还要把蝴蝶兰放在花盆中间，埋2到3厘米的土，把蝴蝶兰稍微向上提一下，让蝴蝶兰的根自由舒展。然后添加2厘米土，再轻轻向上提一下，直到根系舒展开来。
舍不得浇水。人们养蝴蝶兰总害怕积水烂根，因为觉得蝴蝶兰属于肉质根，而且有气生根，从空气中吸收水分，即便是干养也是可以的。可是长期让蝴蝶兰缺水，蝴蝶兰也容易出现空根，久而久之，蝴蝶兰的根系就会枯萎死亡，让蝴蝶兰收空盆。正确做法是，隔2到3天，用手轻轻触碰蝴蝶兰的土壤，看是否需要浇水。判断土壤是否需要浇水，也就是土壤1到2厘米变干的时候，浇1次透水。而且浇水的时候需要浇透，千万别浇半截水，更不能不浇水，防止土壤太干。给蝴蝶兰浇水还有一种方法，浸盆法，就是把蝴蝶兰花盆放在水中，推荐使用晾晒3天以上的自来水，或者是雨水，或者是给蝴蝶兰喷水，但是开花的时候尽量别喷水，尤其是防止喷到花朵上，导致蝴蝶兰烂花。3. 不注意湿度。很多新手养蝴蝶兰，觉得蝴蝶兰开花只需要阳光、施肥和温度，并不注意湿度控制，尤其是北方花友，家里空气干燥，在这种环境中养的蝴蝶兰，不是出现黄叶，就是不开花。正确的做法是，如果养的蝴蝶兰已经施过花多肥，再加上每天有4个小时的散射光，蝴蝶兰照样不开花，主要是因为湿度不够。所以我们养蝴蝶兰的时候，需要营造湿润的小环境，让周围的湿度在65%以上。可以通过喷水的方法，也就是给蝴蝶兰喷水，还有给花盆周围喷水，让周围空气变得湿润。虽然空气湿润了，也要做好通风。4. 不做修剪。新手养蝴蝶兰，很多人因为觉得蝴蝶兰长得太慢，能开花更不容易，所以就任其生长不修剪，佛性养兰。可是养蝴蝶兰也需要修剪，如果不修剪，就会长得太过凌乱，还容易导致蝴蝶兰张牙舞爪，不容易开花。另外，不给蝴蝶兰修剪，也会导致蝴蝶兰越长越丑，甚至是不开花。正确做法是根据不同的目的调整修剪的方法，就比如剪掉蝴蝶兰的残花，能避免营养消耗，促使蝴蝶兰生长。而给蝴蝶兰修剪花剑，也就是在花剑底部3到4个生长节点的地方斜着剪掉，这是为了让蝴蝶兰再次长出花剑，实现第2次开花。还有一种修剪方法是从花剑的第1朵花上面剪掉，这样修剪是为了让蝴蝶兰长花剑开花。最后，在翻盆换土的时候，也要把腐烂的根、空根也剪掉，减少营养流失，促进新根生长。同时还要记得底部蝴蝶兰的黄叶剪掉，让蝴蝶兰更加的漂亮。以上就是今天介绍的蝴蝶兰养护的内容。喜欢蝴蝶兰的，请点赞、关注并多多转发。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